有缘的朋友，万物皆有灵，这是古代哲人所言。世间的一切都是有能量的，而这些能量在不同时刻、不同场景下会表现出不同的频率。2024年已经过半，我们即将进入下半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生活轨迹也在逐渐被命运的转轮所引导。对于那些有缘人来说，如果你看到了这一切，或许说明你已经开始与世界的高能量频率接轨。正所谓天命不可违，但命运又常常暗藏玄机。我们总会好奇，为什么有些人似乎生来好运，事事顺利，难道仅仅是机缘巧合，还是他们掌握了某些调动能量的方式？而这些是否与我们每个人的频率有关呢？欢迎来到修心之源频道，在身心灵的成长之路上，我们共同修行，不断探索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先点个订阅，自此修行不迷路。希望您种下智慧修行的种子，福德无量。谈到能量，可能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物理学，尤其是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1等于 mc， 描述了能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。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一个观点：万事万物都由能量构成，并且这种能量是恒定的，只能转化，不能凭空消失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很难感受到这种抽象的理论与自己有多大的关联，但事实上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无时无刻地与这些能量相互作用。能量的本质是什么？是运动，是振动。无论是分子、原子还是更大的天体，这些物质都在不断地以不同频率振动，而正是这种振动频率的不同，决定了它们所携带的能量高低。例如，我们常说思想有力量，这并非仅仅是心理安慰，而是有着物理学上的依据。思想的频率高于固体物质，所以它能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，甚至命运。人的意识、潜意识正是振动频率较高的能量形式，而这些看似无形的东西，却时刻在改变我们的命运。从科学角度讲，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的量子能量公式，进一步说明了能量和振动频率的直接关系。换句话说，频率越高，能量越强。因此，想要提升自己的运势和能量，关键就在于提升自身的振动频率。那么，我们如何提高自身的频率呢？首先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所有的负面情绪如恐惧、焦虑、愤怒等，都会降低我们的频率，进而影响我们的能量场和命运轨迹。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学会转念。所谓转念，就是将注意力从负面转向积极的方面，从而引导自己的能量流向。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抱怨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为什么总是遇到不顺心的事？实际上，这些负面的言辞和情绪会在潜意识中留下印记，形成一种负面的能量印记。久而久之，这些印记便会逐渐主导我们的生活，影响我们的未来。因此，调整念头，尽量避免那些消极的想法和语言，显得尤为重要。念头的力量不可小觑，一个正向的念头能引导我们走向更高的能量状态。例如，当我们面临困境时，不妨尝试接受现状，并寻找其中的积极因素。就像有时工作不顺，被领导批评，本能的反应可能是气愤和挫败，但如果我们能转变心态，思考这个批评让我学到了什么，那么就能从中汲取能量，反而在不断成长。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的功课与挑战，而这些挑战往往是为了让我们在能量上得到提升。除了转念，环境的力量也不容忽视。人是群居动物，我们的磁场会受到身边人的影响。那些积极乐观的人总是能吸引到更多的好事，因为他们的磁场频率高，而负能量较重的人往往会陷入困境和烦恼之中。我们常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其实就是在讲能量频率的相互影响。因此，要想提升自己的运势，除了保持正向的思维，
还需要主动远离那些总是散发负能量的人。只有当我们周围充满了积极向上的人和事物，我们的能量场才能得到净化和提升。当然，仅仅通过转念和改变环境并不足够。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，我们的能量场也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。大自然中的山川河流、花草树木都拥有强大的能量场，与这些高频的自然元素接触，可以帮助我们净化自己的能量。例如，晒太阳可以补充阳气，走进森林可以吸收植物的生命能量，这些都是提升自身频率的有效方法。在现代社会中，许多人已经与自然脱节，长期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，能量场被干扰，导致运势受阻。因此，定期亲近大自然，进行添补和递补，是恢复和提升个人能量的关键步骤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可以通过身体的保养来提升能量场。中医讲究气血调和，能量与气血息息相关。当我们的气血充盈时，身体自然会散发出健康的光彩，运气也会随之变好。因此，日常生活中要注重饮食、运动以及作息规律，保持身体的健康，才能让能量源源不断地流动起来。与此同时，还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与负能量纠缠。有些人天生喜欢抱怨，总是将负面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。如果你不幸遇到这样的朋友或亲戚，最好的方式不是试图改变他们，而是学会断舍离。这些人会不断消耗你的能量，而你所要做的就是学会放手，不要让他们的负能量影响到你的生活。当你清理了这些负面能量源，周围的正能量自然会逐渐汇聚。人生本就是一场能量的修行，当我们懂得运用正向的念头、积极的行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的频率会越来越高，吸引到的好运也会越来越多。无论是事业、爱情还是健康，都会因为能量的提升而变得更加顺利。开悟是一个听起来神秘而玄妙的词汇，但实际上它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状态。开悟并不是超自然的神迹，也不是特定宗教教义的专属领域，而是一种内在觉醒，是对自我和世界本质的深刻认知。人类的许多伟大发明和创意，都是在灵感闪现的瞬间涌现出来的，而这些灵感的本质，恰恰源自于我们内在的能量与智慧。换句话说，真正的开悟并非来自外界的追逐，而是内心的宁静与觉察。乔布斯从小热衷于研究东方哲学，特别是禅修，这并非偶然。他从禅修中不仅找到了内心的平静，还找到了他产品设计的艺术灵感。作为苹果公司的创始人，乔布斯的一生可以说是天才的代名词，但这并非因为他有超凡的智力，而是他能够通过禅修调动内在能量，将纷繁复杂的想法精炼成简单且极具美感的产品。在我们看来，乔布斯的成功绝非偶然，而是他将自己的心灵状态与事业完美融合的结果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开悟并不只是一种哲学理念，它实际上能够应用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修心让我们能够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时，保持一种内在的定力，而不是被外界的变化轻易打乱节奏。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，一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，内心平静如水，不被外界的喧嚣所扰，头脑清晰，解决问题时游刃有余。这种从容淡定的态度，正是修心所带来的力量。乔布斯曾在艰难时刻依然保持乐观，甚至是在生病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与创新精神。安静的内心才能让人真正看清世界的本质。一个内心不安宁的人，往往会被各种外部的诱惑和压力牵引，迷失在复杂的情绪中，丧失方向感。科学家和天才们的成功，往往来源于一种瞬间的灵感，而这种灵感实际上是内在能量的自然流动。
当心灵处于高度的宁静和专注时，我们便能够打开内心深处的智慧。这种智慧不是通过外界获取的，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。正如儒家所言，天命之谓性，每个人的内心都具有先天的智慧，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被外界的喧嚣蒙蔽，忘记了内心的宁静。开悟并不是让我们逃避现实，而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依然能够保持一颗如如不动的心，不被名利、权力、财富所束缚。在追求开悟的路上，我们首先要放下我的执念。这个我其实是许多人痛苦和烦恼的根源，贪欲、嗔恨、嫉妒都是围绕着我而产生的。很多人执着于自我的欲望，总是想着如何从外界获取更多的利益，而这种执念往往让我们陷入无尽的烦恼之中。修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消除我的过程。当我们逐渐淡化对自我的执念时，内心的格局也会随之扩大。没有了我，就没有了欲望的束缚，自然也就没有了烦恼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去掉这个我呢？佛家讲求无我，道家讲求真人，儒家则讲求贤人。这些哲学的核心其实都是在引导我们如何超越自我的限制，达到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。当你不再执着于结果时，你的内心就会变得平静。当你做一件事情时，不再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，而是享受整个过程，你就会发现那种专注和从容会带来前所未有的轻松与快乐。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被各种事情弄得焦头烂额，想要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，想要证明自己比别人更优秀。然而这种竞争和比较只会让我们更加疲惫。很多人以为通过权力和财富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，然而事实恰恰相反。那些整日追逐财富和名利的人，往往内心充满了不安和焦虑。古往今来，多少帝王将相在追求长生不老和至高权力的过程中，最终却落得一无所获。秦始皇炼丹，戏骨的大佬们通过人工智能尝试改造人体，这些企图通过外界力量改变内在的想法，最终都注定是徒劳的。真正的开悟和自由来源于内心的宁静，而不是外界的控制。开悟的人不会解释自己的智慧，因为他们明白真正的道理是不可言说的。老子早在《道德经》中就说过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真正的真理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。一旦我们试图解释某件事物，我们便已经偏离了它的本质。因此，那些自称掌握了真理的人，往往只是徒有其表。真正开悟的人不需要向他人证明自己的智慧，他们内心安然，知道一切外在的名利和纷争都不过是过眼云烟。无论外界风雨如何变化，他们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。或许你会问，既然开悟如此重要，我们是否能够通过某种特定的修炼快速达到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开悟并不是一种可以速成的技巧，它是一种持续的修炼和心态的调整。你不能通过权力、财富或科技手段来强迫自己开悟，因为开悟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觉知，是对自我认知的突破。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修心逐渐进入这种状态，但前提是要放下对我的执着。情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它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本能，但过度的执念和放纵却使其成为一把双刃剑。过度审溺会使人迷失自我，甚至导致严重的心理和生理损伤。那么，我们是否该反思一下，为什么人们往往难以摆脱情欲的控制呢？情感和欲望是人的本能，这无可厚非。人类的文明进程中，这两者不仅塑造了社会的结构，也丰富了个人的体验。然而，问题出在我们如何看待并处理这些本能。对于情感和欲望，古今中外的文化和宗教都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。佛教的戒律，道教的清心寡欲，儒家的中庸之道，都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
为了对抗情欲这个强大敌人所做出的尝试，可见人类始终无法忽视情欲的力量，并试图找到控制它的途径。古人常说，心随境转，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人的情绪和欲望。比如，面对一个美丽的景象或者亲近的人，我们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好感和依恋。然而，问题在于这种感受会被放大，甚至引发执念。情感和欲望本质上都是能量的一种形式，当它们不受控时，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带领我们走向不确定的未来。现代科学虽然未能完全解释这种能量的转化机制，但从精神层面上看，情欲的过度确实会消耗我们的精力，使人陷入一种无力和焦虑的状态。以修道者为例，他们主张进入虚静的状态，也就是通过冥想或打坐的方式让心灵平静下来。这种状态下，人不仅能获得大自然的能量补充，还能有效消除情欲的干扰。你可能会问，这种做法与日常生活有何关系？事实上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静心冥想、深呼吸等方式，逐步让自己回归内心的宁静。每天睡前，如果能做到心无杂念，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入睡，你的精神状态必然会有所改善。我们在生活中的忙碌与喧嚣中，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情绪和欲望因此容易失控。再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，欲望无处不在，物质上的追求、名利的竞争、感情的纠葛，这些欲望与我们息息相关。有的人一心追求金钱，结果却失去了健康；有的人沉迷于感情的漩涡，失去了自我，最终却落得身心俱疲。正如有位修行者所言，光是一种生命能量，当你把光放出去却不收回时，人会感到极度疲惫。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情欲消耗生命力的过程。当我们过度付出情感或被欲望所牵引时，生命的能量就会逐渐耗尽，最终留下的只有空虚和无力感。那么，如何对抗情欲的侵蚀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学会自我觉察。正如古人所说，一念之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；一念之恶，祸虽未至，福已远离。控制情感和欲望的第一步就是学会管理自己的念头。当你能够觉察到自己在情欲中迷失时，就已经迈出了自我拯救的第一步。情欲并非不可战胜，它只是人类心灵中的一部分。如果我们能够在情感和欲望出现时不被它们控制，而是选择冷静面对，那么这些欲望自然会变得无足轻重。另外，善言善行也是对抗负面情绪和欲望的有效方法。言语本身就是一种能量，当我们说出正能量的话时，自己和他人的心灵都会因此受到鼓舞。试想一下，当你每天醒来时，对自己说今天我会有一个美好的一天，心情是不是会顿时开朗？相反，如果你满嘴负能量，不仅自己的情绪会被影响，周围的人也会受到影响。善言如春风，恶语如冬霜，日积月累，善言会带来更多的善缘，而恶语则会加重我们内心的负担。进一步来说，想要减少欲望的侵扰，最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平静的心态，就像古人修道时所提倡的无知无我。当你能够让自己不执着于任何事物时，内心自然会变得清明。现代社会的人们常常被各种物质欲望和感情纠葛所困扰，心态也因此变得浮躁不安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一颗淡定的心，无论外界如何变化，内心都不会受到影响。正所谓心静则清，清则明。一个人只有在内心平静的状态下，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通过不断的实践，我们可以将这种平静的状态融入生活。当你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虚静的心态时，自然就能吸收天地的精华，获得生命的滋养。比如，一些辟谷修行者虽然吃得很少，但因为能够安住在这种虚静状态中，
他们的身体依然保持健康，甚至更加有活力。这就是古人所谓的采天地精华，吸日月灵气的道理。生活中的许多问题，往往都是因为我们太过执着而引发的。如果能够学会适当放下，许多烦恼自然也就迎刃而解。念头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。想想你上次因为某个不愉快的念头而失去耐心，怒火中烧的情景，也许只是因为一件小事，甚至可能是一句无心之言，但它就像点燃的火苗，在短短几秒钟内蔓延开来，让你的情绪失控，行为失常。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没办法控制这种情绪，认为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每个情绪的爆发都源自于我们内心的一个微小念头，哪怕只是1秒钟的功夫。如果我们能在那一瞬间抓住它，停下来思考，就可以避免一场不必要的冲突。这便是为什么修行中的人强调关照和觉知。简单来说，关照就是时刻关注自己心中的念头，当一个负面的情绪或想法升起时，立即去觉察它。比如，当你感觉到自己开始烦躁或者不满时，你有没有停下来问过自己，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情绪？它从哪里来的？如果我们能在这个环节停住，打破这个念头的延续，那么即便是最强烈的情绪，也能在它真正爆发之前被熄灭。但是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情绪的控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通常情况下，等我们意识到自己陷入情绪漩涡的时候，已经进入了第9甚至第10个环节了。念头的力量已经深入骨髓，很难拉回来了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和老板发生冲突时，你感到愤怒，不停地在心中咒骂他。也许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你有多愤怒，但你自己却深陷其中。随着情绪不断升级，你的行为和言语也会受到影响，甚至有可能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。因此，真正的功夫在于如何在早期的环节中识别并切断这些负面的念头。圣人能够在第2个环节就觉察并转化念头，这意味着他们对自我情绪的掌控力极强，几乎不会让负面情绪有继续发展的机会。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能够在第8个环节截断念头，已经算是不错的修行了。这意味着当负面情绪开始占据心头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完全陷入其中，还能通过冷静的观察和反思将其扭转。或许有人会问，如果我已经陷入了第9个环节，该怎么办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转念。转念并不意味着你要忽视或压抑自己的情绪，而是要学会换个角度去看待它。就像文章提到的例子，如果你讨厌你的老板，总觉得他处处针对你，那么你可以尝试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他，试着评估他批评你的言语是否合理，甚至可以想象他在你面前是一个表演者。这样一来，你就不会被自己的情绪牵着鼻子走。这个过程需要练习，而且可能一开始并不会觉得容易，毕竟大多数人对情绪的反应是条件反射般的，习惯性的升起念头并做出相应的行为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练习的多了，你会发现转念的能力不仅能帮助你避免冲突，还能让你在生活中更加平和与自在。举个例子，当你在公交车上因为某个人踩了你一脚而感到愤怒时，转念意味着你可以选择不去纠结于那一脚，而是理解对方可能也是不小心的，甚至你可以感谢这次意外让你有机会练习自己的忍耐力。当然，并不是每一次转念都能如此轻松，特别是当情绪极为强烈时，这种转化就更需要内心的力量和耐性。但无论如何，每一次的练习都是对自我的一种提升。你越是能够在早期识别和切断负面念头，生活中的烦恼就会越少。这不仅仅是因为你在处理情绪时变得更为从容，更是因为你在心态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念头的力量不可忽视。我们常说，
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这句话并非夸张，而是提醒我们，每一个念头都有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。如果我们能够在烦恼升起的一瞬间及时转化，那么那些原本可能带来痛苦和麻烦的情绪，就会像一阵风般消散。而这正是修行中最为核心的一点，不断地觉察自己的念头，保持正念，避免让负面情绪积累成灾。因此，所谓修行，并不是要我们过得多么清心寡欲，而是要我们学会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关注自己的内心，不被外界的风浪所左右。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的点滴中培养这种觉察的能力，从而让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平静与强大。最终，你会发现，当你能够做到不被情绪牵着走时，生活中的很多困难与挑战都会变得轻而易举。正如一颗种子决定了日后开花结果的模样，我们的每一个念头也在无形中塑造着我们的未来。心念的力量不容小觑，它既可以引导我们走向善果，也可以带我们陷入恶果的深渊。一念之间，可能是苦，亦可能是乐。我们无法控制外在的世界，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心念。修行的关键不在于逃避现实，而是在现实的洪流中时刻保持对自我的觉知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生活的纷扰中找到那一份内心的平静，让每一个念头都朝向善与正的方向发展。这样，人生的路途必然会变得更加光明与宽广。有缘的朋友，感恩你能看到这里。若今日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，请随手点个赞，以此回应，留下一句开悟，共鸣心灵。愿众生早日觉悟，平安喜乐，圆满自在。尚未订阅的朋友，欢迎点击右侧订阅，与我们结下更深的法缘。愿你随手转发，弘扬智慧，传播善行，功德无量，福慧双增。